要严格的说，4个都不够格。我和李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纵然我们是一个守护成长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的一个期待。我们是演员，我们要展现演员的风姿、演员的专业，而不是取悦于谁。所以我实话说，我会有点遗憾。如果你要问我，我其实和您是一样的。我4个人，我其实都没有觉得他值得。我是等待，我没有想要选。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有抱负，4个人都要把这个抛开，完全来跟我们融在一起。所以你问我，其实我4个都不选。但我赞成4个都不选。OK 啊，不选也 OK。我不选，好不好？我赞成。好吧。那我觉得有点太残酷了。就如果说如果4位都4个都不选的话，那可能这次的机会4个人就都没有。其实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要选学员的，如果学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开会再讨论把哪些再拿回来呢？让我们把机会给后面的学员嘛。好的。好。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决定，就暂时这一组我们就4个人不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偶像的艺员，其实他们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有一些阅历的积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偶像转型演员的黄婷婷和秦牛正威他们的表演怎么样？欢迎两位。好，请2位。老师们好，老师好。好，那我先开始。老师们好，我叫秦牛正威，来自河南南阳，然后这是我的基本资料。我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虽然我是科班出身的，不过很多人认识我是通过唱跳节目。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梗，叫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这有什么音乐？因为我的说唱像朗诵，就是我不会说唱，但是我唱得很认真，网友们就会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其实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得到了一种飞升。那个时候呢，我在电影学院刚刚读大2，碰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我的第1部电视剧也很荣幸的参加到了《亲爱的爸妈》，在里面饰演的是闫妮老师还有王艳辉老师的女儿。后面也有陆陆续续的参与到一些网络作品，尝试了还蛮多不同风格的。然后我中间有大概暂停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以客串为主。在去年的时候，重新想要就是做好演员这个身份。为什么又停了又出来了呢？因为我谈恋爱去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恋爱脑疯狂生长，就是觉得需要一个人过来坚定的守护你。我当时觉得一段稳定的感情，演员的这种职业可能是聚少离多，或者经常会接触到新的人，有一些亲密戏，不利于感情发展。所以我当时决定，要不然我过日子去吧。但是呢，日子没有过下去，发现其实爱情就是镜花水月，靠不住。然后女孩子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有结婚吗？我当时订过婚。订了婚。对，但是后来我又结束了，没有结婚。然后有很多朋友他以为我已经结婚退圈了。这段关系还在吗？不在了，就是及时止损了。但是确实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我感觉我成长了不少。所以我希望来到这儿提升演技，然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谢谢老师。哎，对了，你这边有2个名字，一个是秦牛正威，一个是秦雨露，哪个是你的正名？为什么是改名呢？我的出生名字就叫秦牛正威，然后呢，秦雨露是我当时在恋爱期间改的这个名字，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恋爱期间，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为爱改名。其实我只是做了改名这件事情。很多人改名字是因为他说改自己的命运嘛，就是改了会更好嘛。其实我旁边那个振宇哥啊，他也改过名字。我改名就因为我比较
常常用人家撞，还有那个就不够华丽，什么汤镇业啊，很华丽一点，我就是讲改所以要个振宇。对震着宇宙。哇，要震着宇宙是振宇。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恋爱脑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还是个中性词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中性词。认真对待一段恋爱这个事情，它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恋爱这件事情去放弃了很多双方或者你个人能够变得更好的机会，这个做法可能不明智。所以我觉得就是都有吧。如果是一个做别的职业的女孩，恋爱脑可能是偏贬义词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恋爱脑很好啊。从生活中得到艺术的滋养，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创作的源泉是什么呢？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自我安慰的。我觉得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一个演员的经历。同时，我觉得人就是有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的。不，这个重点在于你不能只是停留在恋爱里面啊，那可能是大家说的恋爱脑。就是你应该提取这些供养给你的营养，然后你把它利用出去，对吧？这才是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嘛。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和自己的私人经历。私人经历是创作的一个渠道，来源渠道，但不完全是。不要完全依托于我们一辈子要演很多角色，你难道都去体验吗？它来源是很多的，有书籍，有听的，有看的，有想象，有分析。它还是个演技，是靠各个综合的信息来分析到的。千万别听所有的人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能听一点点，好吗？你谈3段恋爱的，你会演3个不同的恋爱的，那你以后演50个呢？那你50个去谈的，谈死你了。好可爱，我好喜欢他，很真性情。可以现场演一段吗？演戏吗？还是就比方说你现在对我在一路繁花就这样考试过，就是你现在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你的男朋友，怎么对待？出现了我的前男友还是现任呢？现任。现任。出现了我的现任，现在门口，在我们这里。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好。你怎么？老师们，那个我男朋友来看我，我能去跟他说句话吗？让他等会儿吧。好。不好意思，老师。还是演得比较很清楚的。谢谢老师。如果是我要来演的话，我就会这样。看懂我演的吗？叫男朋友进来坐下。就比你要剧烈一点。小青姐演得特别细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是说恋爱脑吗？你应该突然就跑出去了，不顾一切，这才恋爱脑。对，老师，那是上个版本的我。我现在可能，对，我现在在滋生我的事业呢。演得太常规了，要人家想不到的一个情景。好的。好，下一位。好。各位老师们好，我是黄婷婷。然后我是13年入行的，我是13年成为了一名少女偶像团体，叫做 SNH48。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吧。在团期间获得了1000万粉丝的喜爱，
可能大众对我现在的认知还是那个少女偶像团体的黄婷婷，所以我来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之一，也是我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拍戏，我现在在做一个演员。然后这些年就其实围绕在我身上的一个话题，会大家问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团体，为什么要退团。我是13年到19年在这个团体里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近28岁，27、28岁。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但是当时的团体的定位还是少女偶像团体，它没办法根据我个人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在工作的选择和路线的规划上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那个时候19年我就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解约，几乎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候停下了所有的工作，然后这一停了4年。到23年，算是这些纷争全部都解决完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做一名演员，就一直在拼命的试戏，各种跑组。这几年已经有了15部作品播出，后面我还准备了一些我的那个演戏片段。好，停！你往哪跑啊？啊！你喜欢的是我是吧？你有病吧？那么中二的话，我早就忘了。你要干什么？我杀了他！我想要他死！哦，很好看了。因为大家对我的形象还停留在那个少女偶像的阶段，但其实我现在34了。我想告诉大家，我这些年有了一些经历，我长大了，我可以接一些不同样的角色了。30岁也拥有打破自己、重新再来的勇气。还有一个职业的小目标，也是希望像在座的老师一样，能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表角色、代表作。觉得吗？哎，很好，说的真好。就婷婷，你解约肯定是一件对你来讲非常大的事情。是的，就刚才我们看到，从那个偶像团体，然后到一个有质感的戏或者角色的表达，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决定，因为他就是那么样成长起来的。这是什么支撑着你？就是你勇敢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我刚入行，我其实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是因为在团内接触到了演戏，开始喜欢上了表演。然后随着我年纪长大，我想要接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比如他结婚了，或者甚至他带一个孩子。但是这跟少女偶像团体那个定位是违背的，就是公司不会为我选择这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演了这样的角色，然后粉丝们看见了，你害怕粉丝不喜欢你吗？不是我害怕，是公司的路线就有违背，他不会让我去。对，公司也不同意啊。是的，是的。其实看真人就觉得，哎，为什么又来一个偶像？但见到黄土地，我觉得很美丽，感觉很融入这个山水人性的美丽。我觉得你选择很好啊，决定不然要跳到广场舞嘛。其实。都30岁都不放你们走，还要少女团体干嘛？那他是聪明的，年龄到了应该不是偶像了吧？我不知道对偶像这个有年龄的约定吗？我觉得在内娱这个环境，其实大部分偶像到了一定年纪都面临着一个转型。没错，是的，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太多类似idol， 然后转不过来的，他可能更大了，他都还有那个偶像包袱，所以就是说，你勇于做这个决定，你很棒，你很勇敢，选择是正确的，我觉得是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跟公司解约4年，你是基本没有办法工作，那你怎么从这4年再出来的时候，你还能得到那么多那么好的机会呢？其实这4年，工作虽然停滞了，但是我一直有在试戏，只是聊到最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会觉得，虽然你还挺适合的，但是他不想要冒这个风险，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有一次是我已经在进组的火车上，然后可能当天也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热搜，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讨论，然后就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哎，不好意思，你不用过来了，我们可以给你买回去的票。当下我其实觉得，我想去，我想去当面见到他们，见到导演，见到制片人，我再当面争取一下，所以还是去了那儿，结果也没有反转，就还是没用我。后来就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这4年间一直有在发生。我自己怎么调整过来的，就是我不停的去上各种各样的课，把自己排满，然后每次去试戏，我也当做是一次我向业内展示的机会。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拍戏。虽然可能大家最后不用我，但是以后说不定有机会。韧性很强。我说句真实话可以吗？我觉得其实你不算通俗美学当中，特别我们中国的美学当中，你不算最漂亮的。我是偶像的时候，你唱唱跳跳业务很好。那你现在转型了，他也不能靠他的脸蛋。当你现在转型成演这种苦的，从内心出发，靠自己演技的，很棒。我觉得这张脸才适合做演员。你太漂亮，代表不了普通的人的生。对的。你代表不了普通人，你太精致。她可塑性很强，也很可以漂亮，也可以不漂亮，是不是？哇，谢谢老师。没错，所以演员最重要的是。你们觉得她有点像梅艳芳吗？从侧面看。小考吧。就你们的考题是2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女生，因一次背叛，多年不再联系，再次相见，想象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好吗？天哪，这很难，真的挺难的。这规定情境我听完我都懵。照可以了吗？可以。好，来，预备，开始。好久不见。 6、7年有吗？有。你来医院是？我体检。你在医院干嘛？哦，我看朋友。朋友哪个朋友？后来的一个新朋友。 交了新朋友，蛮好。我蛮好，我就是没交到新朋友。这个还是我送你的。哦，那你随便找了一个首饰戴戴呗。 其实我当年不是故意的，哼。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不是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生气，我生气的是你对我的态度，你不相信我。可是当时你也有很多细节没。 我陪你拿。
没事没事。来这里，过来拿一下。啊，你一个人来的吗？跟朋友。好，结果自己看一下，好吧？还需要更深入的检查。再去约号好吗？我们还有下面的病人。谢谢。让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体检嘛，体检有几个数据不正常，对，很正常。不是你这一圈都不正常。你给我，我看我去问医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害怕，我害怕，你别怕，我陪着你。停，可以了。真棒！很棒。我是觉得他们俩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从个头、从形象、从表演的能力，其实都是有发展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婷婷啊，我真的觉得你的戏可塑性很强，而且演得也很好。又到我们投票时间。好了，你现在选谁？选他。谢谢老师。我觉得他的路子可能比较宽，秦牛正威，就是我觉得形象很好。但你太理智了，你有一个框住了你的灵魂。他太冷静，有点冷静了。但是我是喜欢你的表达的，我觉得你在介绍你自己什么的，我是喜欢的。但我从刚才的考核结果来说的话，我会选择黄婷婷。谢谢老师。你觉得谁？专业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他好一点。你们选谁？你们选。对，我也是。都是。我认为黄婷婷还是可以的，她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她拍了不少戏，而且她比秦牛正威要开悟一些。其实很多演员，98%的演员演了一辈子戏都没开窍。我们4个都选王婷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一个终于有一个了，好吧？恭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小青也不错哦，你也不错，谢谢老师。我们先请牛正威离场，对，往这边走啊。好，谢谢。我没有觉得我输给别人，因为我的对手蛮强的，但我跟我自己比，我就是超越了我自己的。好，王婷婷，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恭喜你！来，黄婷婷来领这一张，谢谢你。进入下一轮。转身，好，开。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第一个，太难了。开心，超级开心。就虽然也那段表演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缺点，有很多不足，但是至少得到了导师的部分认可，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有请下面一组张伦硕和熊黛宁上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包袱，我觉得我有很多可能。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除了身高之外，我还拥有我自己的演技。Hello， 大家好，来喽，来喽！各位监制们好。OK， 我先下个楼。Hello， 各位导师好，我是张伦硕。各位监制们好，我是熊黛林。张伦硕，你能再走一次出来看看，给我看看，你再走一次。跟刚刚一样，再走一次有没有？啊！哦，你刚刚垫出来是因为想跟他的高度一样是吧？哦。对，要不然就感觉有点尴尬。难怪他要走我后面。对，到这儿我就下楼了就。啊，踮脚了是吧？对呀，我说奇怪了，他怎么走路会这样子呢？难道钟丽缇喜欢这样？顺撇是吗？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矮，他踮着脚出来了。他们都在一个叫没工作组哎，待业组。待业组。对的。你待业多久了？我待业好几年了。好几年？就自从认识钟丽缇就不用工作是吧？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对，其实真的也是有难度，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用工作，然后就不找我工作。其实我很想工作。那熊黛宁，你没工作就因为你嫁人呐，你去享受生活呀。其实如果说是工作的话，我现在在做直播，但是我是说是演艺的工作，演戏我是大概差不多2年没有演了，而且上一部戏还是跟郑宇监制一起演的。哦。对呀，我垫了几层那个鞋，垫到我脚疼了。辛苦了，辛苦了。你不用垫，你不用垫，我这个高度我们都演个夫妻。真的吗？对，因为辛苦志伟监制了。就从头到尾都坐着，他没有站起来。好，那就开始自我介绍吧。好。那黛玲，你先休息一下。好的。来，伦硕。Hello， 各位导师。然后我的名字叫做张伦硕，我身高1.82米，今年是44岁。首先呢，我是钟丽缇的老公，3个孩子的爸爸。这个为什么我一上来要这么介绍我自己呢？因为这几年新闻上、网络上对我很多的报道，大部分是围绕我的家庭，围绕我的老婆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事情。在过去的5、6年吧，我上了差不多50多次的这个头条的热搜，但基本上都是关于家庭的生活的八卦的一种编排。然后就更离谱的呢，就是有一次我老婆直播的时候呢，粉丝非常的支持她、鼓励她，她就感动的哭了。当天晚上我就上热搜了，说我给她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但是好像很对味啊。有一些新闻一贴在这个人身上，突然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抠这个瓜。但为什么贴在你身上会那么对味？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是他们练了我一个很厚的心脏。但是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而且不光是传说，还有了很多结果。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够当演员了。当我出来当演员的时候，就碰到刘涛，然后当时我一说刘涛演公主，就该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公主，然后眼前都是所有的星星在乱飞，飞了以后来了10几遍，后来导演就说停，就是撤了，今天就收工。然后下来的时候他们讨厌，我们把它换了吧，这脑子都坏了。但是我仍然坚持在横店，因为那个时候我1分钱都没有，负债累累。于是我去跑龙套，
跑龙套就是你们在盘事儿，我在旁边站着，然后站着说拿水来，拿水来，50块钱一天，整整1年，我的外号叫横店第一漂。但是今天我仍然在这里，重写自己的人生，不怕从头再来。所以呢，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就鼓励你不怕，谢谢。因为他们这样对你是帮助，对我也让你非常有名。谢谢老师。对。哎呀，来给你出个题吧。哎，好嘞。你的妻子病重病危，且失语，你到医院去看望她，跟她做最后的告别。我们请刘涛老师来给你配合。哦，好的，太好了。好久没出手了，刘涛老师。好久没出手了，一个病重的失语，没台词，脑子清楚说不出来。你在考我呢？对，不许你说话。我把口红擦一下，要不然影响人家看着我的那个情绪。对，你看，这就是专业演员的敬业。你看，这就是职业道德。好，你可以吗？这样先靠着。我这样靠着吧，我这样靠着，你给我架子，这样架着不就行了？哦，来，是吧？对。来了。哎，你没睡啊？怎么样今天？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还是那么好看。哎，我看你这衣服，他们没给你整好吧？好，放松啊，一切都很好。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啊。小宝他在夏令营也特别的开心，啊。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好看吗？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穿的都是特别有范儿？这不张伦硕同款吗？你不是喜欢张伦硕吗？你看，以后我跟你讲，你就别再说我邋遢了啊！以后你要记得，你老公也能帅一把，好不好？别说话，嘘。我给你看看小宝的那个视频，好不好？视频，哎，我那个手机在哪儿？我去找一下。小宝的视频，小宝在夏令营呢，特别好啊！别哭，我知道你想他了啊。给他看看他的视频，让他看一下。你看看吗，小宝？踢球呢，黑了点，对不对？你放心，高兴的不得了呢。我跟他说了，妈妈过几天就好了，他也放心啊。他也没有担心。变得越来越美了，啊！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宝贝，睡吧，我的宝。好，可以了。非常棒，非常好，谢谢你，非常棒，好厉害！我
哇，那个助演真的厉害，高级助演。哎，这个是您的手机，里面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回头记得发给我。哎，你怎么打开手机的？直接点开拍照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啊？哎呀，我都不知道哎。他的设计很好，他起码一来就做悲剧好，就比那些老婆的放心，装的还是放松的，但是你只停留在你的语言上。你的底蕴是要用你的欢乐压着你的悲伤，但是你好像底层没有太多那个。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差距什么呢？就你一进来已经知道，已经差不多时候了，说进来是悲伤的，但是反过来你不想看它，但是你转过来你要保持那种没事。哎，对，我喜欢的，对。做起来感觉没事，但是你知道你不行，所以进来的表情跟坐下来的表情是两样，这样观众就会晓得哦，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常常艺人的对白一跟语气把它讲完是错的。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妈妈过几天就好了，她也放心。其实讲对白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用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音，这是完全两回事的。这戏跟声音一起才能带动观众啊。你只是睡着了的时候情绪有点转变。张伦硕，你到医院探望过病人吗？我去过。医院的病房门是有窗户的。对。但是他病危，你们指定说是在医院吗？好，病重病危，到医院去探望。刚才说是在医院吗？当然说了。说了。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观察。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录制节目，要这些选手去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都是很难进入的。对。我们平时在演戏当中，要进入一种状态是要酝酿的。谁来跟我说话，我是很不开心的。马上就要进入的话，要演到我们眼中的标准是很难的。你这个观点不是理由。不，我认为是理由。那刘涛过去之后，他事先准备了吗？他为什么可以眼泪哗哗呢？因为他站在这个，他为什么可以？他为什么都能接受他呢？李老师，因为所以他站在，因为所以是他太冷静了。因为所以是他站在了这个无限超越班，而不是刘涛老师，是他要成长，不是他要成长，这个就比出来了嘛，对不对？不，都是刘涛你不对，你就是演得太好了。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对。他表演的哪些不足，我们去给他提出来呀。我给他们。你现在认为我提出来的不对吗？对。那不得了吗？我肯定的，但是也要谅解他们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跟观众解释，不是跟你解释。不用跟观众解释。我当然要解释，为什么不解释？那要不然办无限超越班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如果说你给他准备在别的场所，可能他演得更好。是，他们也不容易，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为了他们更好。对，他们来干嘛？就是来听我们这些人说这些的。太可爱了！老师，没有人敢跟你这么吵，也就是我跟你吵起来了。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辩论啊，但是伦硕，你是一个上了4年大学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以及后面所有的学员不要乱鼓掌。我是一个表演老师，即兴表演是表演训练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即兴表演完不成，对不起，就不是职业演员，好吗？说得好。老师们，我可以说2句吗？
可以。我认为，如果我的演技真的达到了刘涛姐这样的水平，我可能在演偶像剧的时候就会一路在走。对的。所以我能来到这里，我就是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我就是想来学习的。对。可能我觉得你这是太久没演了，我感觉到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演员的状态的。我觉得你应该会的。好，谢谢。好嘞，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我上学时候就这样，演完戏就要把它搬走。哎呦，沈黛林来。好的。大家好，我是演员熊黛林，我入行26年，做演员18年，然后这是我的 PPT。我是1999年偶然间经过一个商场，那时候商场的门口是有模特在表演的，我就好奇的过去看了一眼，也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眼，就被星探发掘，然后我就开始做模特了。然后我有个秀导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的外形是很适合去中国香港发展的，然后他就把我之前的香港经纪人介绍给我。2006年就正式的去中国香港去做模特了，一路也是非常顺利的。因为一过到去，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我的长相，就我非常多的工作蜂拥而来，就让我出名了，非常幸运。2008年就接到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女主角，非常幸运是《叶问》里面的张永成。打什么打呀？你当我们家是武馆的？这个我看过。慢慢，我真的就爱上演戏了，然后就拍了一些作品。人唔可以單靠外表㗎，最緊要有內涵。漂亮，真係唔係公主啊？咩係公主啫？但係我想知道點解你哋唔自己刪呢？這一張照片啊，待會就死。我現在緊張到會痛。我憑什麼給你答案？我憑什麼和這邊走？你要逃避？快一杯！哇，好感動，太美了，很好。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的代表作，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代表作，因为我理解的代表作是。大家一提到这个作品，他第一个时间是想到你，然后那个作品才能成为你的代表作，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叶问》是子丹的代表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成为这部作品的其中一员，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珍惜。我已经快2年没有拍戏了，第一眼看过来就知道我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太高了。就是太高了，每个人都觉得哇，你真的好高啊，然后没有其他东西再讲了。还有就是我的年龄，我45岁了，生过孩子，结了婚了，每个人都觉得，哎，你不用工作啦，你老公养你就好了。但是我在家里照顾了3年的孩子，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然后天天在家里跟我老公吵架。然后我老公说呢，你出去工作吧，我喜欢以前的你，以前的你在台上你在发光。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要从零开始，做一个职场的新人，作为一个演员，新人演员，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演戏？谢谢。好，很棒，没问题。但是不能45岁就说你没有机会了，还早得很嘛。对，因为我的起点太高了，然后很多人找我演戏，他不敢找我演配角。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失落，本来有个机会的，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不会演短剧，大家觉得我不会演配角，就不敢来找我。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跟大家说，无论是什么剧，无论是什么形式，无论是什么角色，只要有机会，我是可以的，我就会去做。这是对的，很正确。就好像说过去你是靠很多的运气，所以你机会找过来。现在我觉得你是在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你现在要寻找的是，除了运气之外，我还有的底气。那来吧，我们开始小考了。好，你要演一个长期被忽视与误解的妻子，然后向你的丈夫倾诉生活的压力。但是这位丈夫呢，却不断地指责你懒惰、别有用心，所以你经历了很多年的委屈与疲惫，让你彻底的爆发了，做出出走的决定。演我的丈夫，
你不是大志伟哥，志伟哥，来哇！哇！这个高度差不多，这个你一直坐着好了。好，拿个椅子来，拿个椅子来。志伟哥，你气场2.8米。我可以申请，我去换个鞋可以吗？因为我要做家务之类的。对，去吧去吧。我很快回来。可以了。哎，来了。来，开始。我妈今天有打电话给我，说什么了？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那你说挺好就可以了吗？我说不出口。什么意思？我只是最近太累了。累什么？又不用上班累。哎，真是。这家里这么多事，不是事吗？做个饭，收拾家里房子，这也叫累吗？这不是每个女人都在做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累？我每天也在外面赚钱了，你还不满足啊？也又过关啦！哎，我刚刚上厕所，我还发现厕纸都没了。你在家里干嘛呢？真是！我在干嘛？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我伺候你那么多年，你又来了。每天看你的眼色，你高兴的时候家里就很稳定，你不高兴的时候，全家人都战战兢兢的。我突然很想问你一句：凭什么你就能对我指手画脚？凭什么你就是一家之主？凭什么我就是免费的保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什么？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保姆，我也不是一个人的附属品。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我在等你，等你哪一天能够看到我。可是你从来没有。你干什么？你说的这件事情谁做都行，我不做了。又在闹。走去哪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离开这里，我不要再这样过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你还不是明天就回来？哎，女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好的。哦。来，不要这样子。谢谢。我太矮了是吧？好喜
好吧？非常好，非常好。对不起，可能很好，很好。这个戏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气声，而且那个肢体很僵。但是刚好呢，你又是这样一个受气受了这么长时间压抑的那样一个人物。我真担心你一直是这样，那个就失败了。对。后来你那一下爆发，一下就层次就出来了。因为会想到头那几年我要在家里照顾孩子。2个小孩，24小时轮番轰炸我是处于一个疯癫状态的。对，但是我先生回来，我要压抑自己，我不能把我的负能量带给他，因为他出去他也很累，所以我就很有体会。我在家里就是要，我为了这个家好，我要忍，真的要沉下去。但是要爆的时候，就是不理解，那我肯定会爆。我选一个废蓝，废物一样的，特别棒演的，要这样子才让你有多点想象力。后面我希望你有变化的时候，我眼神才给你。我只能这样。所以我就很谢谢志伟老师。志伟哥这个线条设计的真棒。实际上志伟哥真的很气人。就我觉得这种完全忽视、完全冷暴力的男性，真的应该滚出家。会有这样的人吗？当然，就是我认为那个委屈和愤怒，就是他根本不抬眼看你，那个能量应该从那个对手身上来。好，来，我们一起2位站在一块儿。很棒。张伦硕呢，就是你刚才的表演就是太理智了啊，太冷静了。希望你今后能够听进各位老师们的意见哈，也要多拍戏，争取出来。这个女演员呢，其实你的身高不是劣势，我倒认为其实是优势。第二，你的眼睛非常会演戏。那我这一分肯定是给熊黛林，我这一分就给你了。这一票我是给熊黛林，谢谢。伦硕呢，其实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但是呢，可能需要放掉一些任务，再用一些感受。是。人家老说节奏，但其实有些节奏是自己给自己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需要去找一找。那你们2个已经给到熊黛林了，我就给伦硕吧。谢谢何老师。演对手戏嘛，当然是给熊黛林了啊。谢谢谢谢。我这一票还是给熊黛林的啊。好，我这一票给熊黛林。谢谢。我可以投2个吗？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张伦硕他并没有准备，也没有给他酝酿的时间，一出来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已经算很周到的了。我投他们2个，谢谢。谢谢。好，黛林，我们无限少儿班的同学里面，你是其中一个成员了，恭喜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监督。伦硕，你都先休息一会，拜拜，拜拜。好，谢谢你，祝贺。来，熊黛林。谢谢，谢谢。我就感觉第一次面试成功了，就非常开心。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了，只要我在这里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好的，谢谢你，成为我们无限少儿班其中一个成员。接下来出场的可是一山不容二猴啊！一山不容二猴，2个都做猴王了。孙悟空，这出请出殷凯、王铁柱上场。加油！猴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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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呦，来了！哇！
哇，好帅呀！大家好，我叫殷凯，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来到这儿，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动捕演员也是会演戏的。哇哦！黑悟空和孙悟空。这一身几十斤。好有气势啊！一来就把我们镇住。嗯。哇，对手来了！哇哦！哎呦哇！好像啊！给我扇凉了，我感冒了。太精彩了！两位到底谁是美猴王呢？这个是比较传统戏曲舞台上的美猴王，对，这个应该是黑悟空里边的造型哈。是的，老师。然后这一身衣服呢，就是他当中的主角天命人1:1还原的一套铠甲，大概的重量是在60斤左右。60斤？是的，哇！其实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小哥俩其实还想跟何老师合作一段。我们就是变一变，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想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真假美猴王。我应该饰演什么角色呢？白骨精啊。嫦娥。白骨精。对。那我们对着看吧，对着看吧。行，好的。来吧，来吧。嘿嘿，你个妖怪，敢跟我去变个真假吧？啊！正合此意。哦，哎，嘿，这儿来个老太太。谁说老太太？重新来。啊！你没看见老太太？没，第一个出来是老太太。走下来。小姑娘，小姑娘。金姐。你把真心话说出来是吧？我下来我揍你我。不好意思，老师。还没来得及变。我一会儿不投你的票。好你个妖怪！俺老孙看你满身的妖气，必定是妖精所变。你才是妖精，你是妖怪，你是妖怪，那不何妨？你去找个明白人给咱们变上一遍，正合此意。好。哎，这儿来个美女，来个美女，好笑。慢走。你是何人？有妖气。妖气？什么妖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可怜的老太太。刚才还是美女，变化得如此之快，还说不是妖怪。哎呀，齐天大圣啊，真是火眼金睛，老娘是千年不死的白骨精。
那你快给俺俩分辨个真假。看看你们俩，你是妖怪，谁是？他是妖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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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打一架吧，谁赢了，谁就是真的齐天大圣。妖怪，看吧，来吧，妖怪，来吧。好啦，别打了，我看你们俩呀都是真的。你。哦，这个老师好厉害呀！非常棒，太好了，很精彩。谢谢何赛飞老师，谢谢。都好。好，来你先休息一下，让我先来吧。好，谢谢。来，铁柱。王铁柱这名字很有力度。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铁柱，来自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这次我来是想宣传我美丽的家乡北国春城粉雪之都，欢迎你们的光临。为啥叫雪饼猴？刚开始我在动物园的那个时候，无意间我看到了互联网上有一则新闻是6000块钱招聘，只压在五行山下，趴着负责吃，大家就被这则新闻所吸引，所以说我说那我们《西游记》主题乐园，我也可以去趴在那儿啊，开始吃水果，吃关东煮，贵。雪饼扛吃，我那天大概吃了将近30多片雪饼，完我就说了一句不吃了，太干巴了。哎，就这一句话被第三视角的一位游客把我拍下来，吃这个太干巴了，怎么吃雪饼？就登上热搜了，就给我了一个名字叫雪饼猴。哦，这样子啊。对，改变了我的命运。会不会很冷呢？趴着的时候，真的是夏天热，冬天冷，很辛苦。你11岁就开始参加比赛了是吧？我11岁开始唱戏的。哦，唱哪个剧种？我是学的是集剧。哦，集剧。但是去了动物园被投喂，这个职业挺奇妙的哦。真的。就好像你也是动物的一份子啊，就是趴着就翻滚啊、耍棒都没有机会给你去表演呢。你不觉得有点委屈吗？当时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一个斗争或者是想法，我只是这是我的工作。你试过最难熬的一天是是哪一天？最难熬就是第一天。我清楚的记得我只露了一个头，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投喂，把这个雪饼给到观众的手里边，观众都不来，都不上前。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是挺难受的，哎呀，就是五味杂陈的，我也说不太好。有想过放弃吗？那一天我想过，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能去放弃，因为我觉得 NPC 这个工作，你既然能谈上爱岗敬业，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场景需要做完。你现在还在坚持吗？我坚持，每天都在演。我觉得你说你五味杂陈，我听的时候也五味杂陈。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京剧演员，不容易。然后去从事现在这样的一个岗位，我听着不知道应该是赞赏、应该鼓励，还是感到有点。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的吧。就是我在你雪饼猴红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过你小时候的纪录片。有纪录片的。因为他小时候他参加那个地方剧的比赛，然后他是连续6期的擂主，对吧？擂主。
哇！你刚红姐那个纪录片就出来了，当时我真的掉眼泪了，很心酸，很心疼你吧。我就觉得他这个孩子，他从小的这个家庭状况，可能会塑造他的这个能忍辱的这个力量。他家里状况怎么样？你自己讲讲好不好？行，我在11岁的时候学习戏曲。大概我学了1年多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在我马上要比赛的前10天的时候，他就出车祸去世了。因为戏曲演员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我不可能说，我感觉就像临终的一种托付，把我托付到这个戏班里边，把我托付到给我的师傅，他就走了。就为了我爸，我也要学。无论怎么样，无论我就是残废我也。恭喜擂主卫冕成功！恭喜我们的擂主连续守擂5期。来，你别担心，我男子汉，完成你这个家。奶奶，8年的卧床脑血栓，也走了。我的爷爷，是心脏，长了一个粘液瘤。我就想把这个比赛所有的奖金也好，奖品也好，我想给他卖掉。完了，想把我爷爷的手术给做了，因为我家里边没有，我爸爸没有，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就是家里的齐天大圣，就是家里的孙悟空了。看行了，给你整个人干动作呢。是男子汉。你觉得什么是男子汉呢？特别刚强的，就是男子汉。就不管遇到什么坎坷，他都会面对。真的有点沉重。铁柱，你那一年是12岁。12岁。我那年12岁，完了就算是把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吧。但是，我也在追求我的这个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说的是做一名会唱戏的一名大学生。完，我又重新回到了学堂，我念了12年的书，我考上了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后来，我又再一次接触戏曲，接触京剧。我认为，我身上如果没有戏曲人这种坚持、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就没有现在的双铁柱。谢谢各位老师，好孩子。其实今天我来到现场，还想感谢一位老师，就是刘涛老师，因为我们在长春的时候遇见过一次。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刘涛老师告诉我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优势。”或者说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关注度，《西游记》如果说再要去开拍，你一定要去争取这个角色。所以说，在我心里边一直也埋下了这个小种子。今天要感谢刘涛老师对我的这份鼓励和支持。因为在《西游记》里也是观世音菩萨去度的美猴王啊，他演过观音。哎呦，就有这个姻缘。哎呦，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我们俩的缘分其实挺奇妙的，因为我今年冬天呢刚好长春的冰雪节，然后我去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俩遇到，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台下，我就开始找他聊天，聊着聊着，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马上就要翻拍《西游记》了。你一定要去试镜，然后他就退缩了。他说：“怎么可能？这个机会怎么可能给我？”我说：“你之前受过所有的苦，就是来照亮你明天的路。我认为你就行。”然后我就一个劲的鼓励他。然后我说：“不管这个导演是谁，这个团队是谁，我希望你去展示你自己。”然后后来我说：“如果你要是愿意来无限超越班也行。”我真的来了。对，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来了，那一刹那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感动。哦，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太好了，太好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那不如你观音点化他一段。对呀，他已经点化他，让他来这儿啊！来吧，你们就表演一段观音五行山下度化悟空，来。悟空
送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什么？我被唐僧赶到那个花果山了，我想到您这儿来诉苦来。诉苦啊！即兴观音菩萨即兴表演啊！那您就坐在这儿就行，我直接到那儿坐在这里就行了。对。菩萨，弟子拜见菩萨。菩萨，那个老和尚又把俺老孙赶出来，就因为我打死个人，可那是个妖怪变的，他不分真假，就把我赶走了。哎呀，你这泼猴，又来告状了。俺老孙这不有委屈吗？你打死的是个人吗？是条生命。呀，菩萨，那他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就把我给赶走了。他赶走你，是你的宿命。人敌不过天命。那照您这么说，俺老孙那还得回去？去吧，去找你师傅，看看怎么能够弥补，把这条命给还回来。呀，你要再在这闹，小心又要念着紧箍咒。菩萨别念，俺老孙走便是了。菩萨，俺老孙告辞。好，演得多好啊！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好棒，好棒，好棒！哇塞，真的很凶。好笑哦，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真的眼泪都出来了，好感动啊！刘涛，是不是他就是啊？你很好，刘涛老师也特别棒，那个词儿一边想一边说，厉害厉害！哎，老师，你真好。好，言归正传，出一道题。你的考题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现在回到家，你开始卸掉雪饼猴的妆，像往常一样，跟你的家人边视频边卸妆，边聊聊天儿。我开始了。好，开始。好的，领导，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明天能把观众留住。你让那个替补再等我一天，谢谢领导。小孩，你过来，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我自己都不信。喂，妈，咋的了，儿子？没咋的，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打电话看你下不下班呗。哎，我刚下班，领导今天呢
这一顿给我夸呀！凭啥呀？那是我孙悟空演的好嘛。你大儿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身的本领。挣不着钱啊？哎，妈你就记住，我这不刚刚大学毕业，钱不钱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一次机会。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妈。说呀。我呀，争取到一个趴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绝对能火。啥玩意儿啊？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就是就给吃的，给吃的趴那儿就给吃了呗。就是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哎呀，哭了？没哭，我说怕你惦记我啊。哭啥？刚才耍棒子的时候，把眼睛给打一下。哎呀，你就别说这么多了，你就等我好消息吧。到时候你在网上都能看着。我等啥好消息啊？家里不缺钱，你别给自己累着啊。你缺不缺钱那不是你的吗？我给的是我给的。啥玩意儿我的？啥玩意儿哎呀，好了，我我的呀？不跟你说了，挂了吧，妈。爸，你觉得我能演孙悟空吗？我一定行。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好了，不要演了，把我害惨了。哎呦，好想抱抱你啊！哎，没想到哦，这个，棒，加油！他所有的表演是最真、最诚、最发自内心的，无表演表演，很多演员演也演不出来。郝蕾老师突然间给他打母亲的电话，咋的，儿子？他接母亲的电话的反应，打电话干啥呀？以及遮掩，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瞬间的崩溃，然后挂断母亲的电话的那种痛苦，有节奏，有层次，表演的比较准确，最重要的是真诚。好，谢谢，谢谢啊。首先，王老师的表演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状态，表演状态，我也有被他感动到。但是
我也有对我自己的自信。好，应凯。好，下一位。哎，来，哦呦，都好帅呀！他怎么这么帅？哎呦，别！我也调侃一下。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六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六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每周六20点20分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解锁一元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无限精华版，一键观看超越班高光时刻，还有更多精彩衍生持续解锁。周中微博花絮、一元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马上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学员，我来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哎呦，听说你快要打倒合成了？没有。他是一张影视脸。出租车司机，能演就是帅的。我演不了。来个小考吧。我们谈正当防卫。不去。姐姐，哥，你听我说。你等一下，你现在根本就瞧不起我。我会努力。确认夺冠。跳舞比我的命重要。把跳舞融入到了故事里。不许动，否则我开枪了。哎呦，你就靠着真诚打动了我。我觉得你收放自如，演的还可以，这个很真实耶，很真实，能吃苦。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也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互动，即有机会解锁独家惊喜福利。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超越班第4季的成员。取悦我。是不是很羞耻这3个字？哇塞，这好奇怪啊！我最佳观赏位，取悦我，演的比我好多。你不知道你的脸在那个大屏里有多帅，那就够了。是在些许的颤抖。你不是些许啊，能看出来的那种是吗？我知道我们湖南人最怕什么，救命！